我和周旭在婚姻里互相折磨了8年，他的情人如走马灯似的换，而我则死死守着正宫的位置不放手。当他再一次逼我离婚的时候，我终于点头。从医院出来，我静静在车里坐了好久，才终于拨通了周旭的电话。今天回来一趟，你又要做什么？周旭的声音冷淡至极，还带着明显的不耐烦。你回来。我看了眼副驾放着的病历，我们离婚吧。吃周旭冷笑一声，次次用离婚当借口，顾10念，哪怕你有一次说到做到，我都不至于看不起你。电话那头毫不犹豫地挂断。也是，这招我用的太多，每次周旭身边换一个女人，我就要歇斯底里地闹一遍。次次说要离婚，却不过是在不安中想要一次次拽紧周旭罢了。对我答应离婚这事，他早就不信了。我等了5天，周旭还是没有回来。可主治医生说我还剩下3个月的时间了，我不想再浪费一丝一毫的力气在这段破碎的婚姻关系里。我拿着手提包走了出去。周旭公司楼下，夫人，没有预约您不能上去。前台一脸为难，可眼里的轻蔑却藏也藏不住，记不清是第几次。我找不到周旭闹到公司的时候，周旭终于忍不住，禁止我再去公司。但是要找到他，我还有一个办法，而且屡试不爽。明月华庭，这是我和周旭买的第2套房，可如今这里住着周旭最在意的金丝雀。我按了门铃，出来开门的是一个看起来还在读书、看起来极为年轻且满脸稚气的女孩子。和周旭这个王八蛋真是越来越没品了。顾小姐，女孩子看到我，眼里惊恐万分，那双眼睛湿漉漉的，像极了受惊的小兔子。这样青涩的花朵，难怪周旭当宝一样藏着。告诉周旭回来和我离婚。你知道吗？我真的很看好你，因为这么多情人中，你在他身边待的时间最长。现在他和我离婚，你很有可能上位当这个周太太。否则等他厌了你，你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女孩红了眼眶。顾小姐，我没有，只要能陪在他身边。我翻了个白眼。你别忘了，这套房子也有我的一份。如果他今天再不回来，别怪我让你流落街头。说完，我直接回了家里等着。听说这女孩跟了周旭快1年了，也是他身边跟的最长的女人。想来他是不会忍受我去挑衅他的宝贝的。周旭果然在傍晚怒气冲冲地回家了。他一回来便随手砸了一个柜子上的摆件，那双修长的大手紧紧地掐住了我的脖子。我是不是和你说过，别去招惹我的女人？你是不是富太太做久了，想我断了你的卡？清醒清醒！我没想到周旭会和我动手。我用力拍打着周旭的手，在我涨红着脸差点窒息时，他才猛然松开了。他愣愣看着自己的手掌，似乎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朝我动手。我抚着脖子，趴在地上不断地咳着，眼泪鼻涕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等我好不容易缓了过来，才颤抖着手把桌上的离婚协议的拿了过来。字我已经签好了，到你了。如果说他回来前，我还在反思，是不是在之前我们8年的婚姻里，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是现在我却懂了。周旭就是混蛋，混蛋！你是不是还觉得委屈了？我们早就已经没了感情，是你死死拽着我不放手。怎么，你不离婚，我还不允许我找个贴心的放在身边？我捏着离婚协议的手颤抖着。是我拽着你不放手，我对不起你，但是现在我愿意离婚了。周旭，签了离婚协议吧，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但是余生我再不想看到他。等我手举得酸了，周旭这才慢条斯理地拿过离婚协议书看了起来。橘黄色的灯光下，他还是一如我17岁那一年看到的样子。呵，上天真是厚待他，你净身出户。周旭看着我的目光满是怀疑，觉得我又在戏耍他。我摇头，如果你觉得离婚协议有问题，你可以让你的律师看过了再签字。我疲惫地闭了闭眼睛。周旭沉默了一瞬。我会让律师重新拟一份协议，房子归你，我再给你2000万，但条件是你必须离开这里。
我不希望你再出现在周周面前。原以为千疮百孔的心已经练成了金钟罩，可听到这话，我还是有点心酸。顾时念，这就是你从17岁到27岁爱了10年的男人呢。但是无所谓了，为了尽快离婚，我答应了下来。本来我就打算离婚后离开这里，他提不提这个要求，我都无所谓。正是说完，周旭一刻也不想多待。明天律师起草好协议就会过来找你，我希望你这次能真的爽快的签字，否则，顾时念，你知道我的手段的。周旭迫不及待地走了。第二天，他的律师约我在公司楼下见面。顾小姐，您看一下。律师拿出草拟好的离婚协议。张律师跟了他很多年，也是他身边唯一一个还愿意和我好好说话的人。我爽快地签了字。您不看看协议吗？张律师有点不忍。我笑笑，连他人我都不要了，看协议有什么用？离开前，我笑着提醒他，记得提醒周总，1个月后准时到，别迟到了。当天，我便收拾了东西，去了我一直想去的海城。我父母离婚后各自再婚，我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爷爷奶奶走后，我就再没有亲人了。而那对所谓的父母也早已飞往国外，1年都不会联系一次。海城是我奶奶的故乡，小时候曾跟着奶奶来过一次。这里渔民勤劳淳朴，很早以前我就曾和周旭说过，等我们老了以后就到海城养老吧。那时我和周旭刚结婚，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没想到第2天，周旭就买好了去海城的机票。他说：“等什么以后啊？老了你我都走不动了，很多好看的风景也都看不到了。抓住幸福，当然要立刻马上啊！”于是我便和周旭在这里租了一间房子，足足待了1个月。那时候的我们刚结束了3年的恋爱关系，可能我们都以为真的会在一起一辈子吧。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人心是最捉摸不透也最容易变的东西。我在海边租了一栋带庭院的房子，白天种点花草看看书，晚上无聊则去海边走走。巷子口有一棵100年老树，2个朝气蓬勃的学生勾着手指，各自写了一块许愿牌挂到了树上。2人互相嬉闹着，皆问对方写了什么。女生不肯说跑了，男同学则立刻追了上去。我看着他们，反复看到了那1年的我。和周旭当年也是这样，他拉着我跑了半个海城，最后终于在附近中学的门口买了2块许愿牌，然后又兴冲冲地拉着我过来，说我们要各自许一个愿望，等我们都80岁的时候回来看看，愿望都实现没有。欢呼中，那个满心满眼都只有我的少年，似乎在时光的洪流中被杀死了。我抬头看去，只见古树上挂满了红色的许愿牌。我早已分不清当年我和周旭挂的牌子是哪一个，也许是最高的那个，也或许因为年代久远，我们许愿的牌子早就已经因为年代的久远而被时间腐蚀，再不复存在。离开那里时，我回头看了一眼，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射下来，在一片斑驳中，记忆中的少男少女早已如泡沫般消散，再回不去了。接到周旭的电话的时候，我躺在摇椅上，好不容易刚睡着，最近好像病情加重，刮骨一般的痛每日每夜地侵蚀着我。顾时念，我就知道你又在耍我，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电话那头，周旭暴怒的声音透过电话传来，我瞬间清醒了。我忙去看了备忘录，今天是和周旭领结离婚证的日子，对不起，你等我，下午一定到。我掏出手机买了最近的机票，赶了回去。等到赶到时，远远的便看到周旭烦躁的在民政局门口走着，看到我来，他面色黑如锅底。顾时念，你天天这么闹，有意思吗？你是不是自己缺爱，偏要全世界的人都陪着你活在地狱？周旭的话让我愣了一下。从小我父母离婚，所以子女亲情我一直是爱而不得。整个青春期我都活在极度的自弃里，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够好，所以才不配得到父母的偏爱，不然他们为什么都选择丢下我？
重新再要了自己的孩子呢？可我这些痛苦，周旭是最清楚的，因为那些年，那些爱而不得的日子，都是周旭陪着我。他也曾满脸心疼地紧紧抱着我，说：念念你是最好的，我就是你的家人啊。可是现在整个家人却在多年以后亲手撕开我的伤疤，狠狠地捅了我一刀。我面色煞白，周旭这才意识到我的不对劲。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阿旭，你别这么凶，我怕。我看到女孩怯弱地看了我一眼，紧紧挽住了她的手臂。哦，原来小晴儿也来了呀。我淡淡看了她一眼，反唇相讥。周旭面色一黑，似乎没想到我还敢和他摆脸色，怎么就这么迫不及待，准备这边离了那边马上领证吗？都要离婚了，我自然对他也不必有什么好脸色。顾时念，我看你，别，我抬手，别喊我的名字，我觉得恶心。我看周旭又想说什么，我笑了一下，难得我现在心情好，愿意离婚。我劝你见好就收，否则我反悔了，咱们可能又要拖个10年8年。刚要说什么的周旭立刻闭上了嘴巴。手续办得很快，1分钟不到，我们就拿到了本子。周旭甚至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转头就带着周周潇洒地离开了民政局。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18岁那年，市里的钢琴比赛，我拿了第1，可周围参赛的同学都有亲人陪着，唯有我一人默默坐在角落。忽然，一束盛开的玫瑰花出现在眼前，我抬眼，却看到周旭笑嘻嘻地看着我。我的家人，祝贺你啊！那盛开的玫瑰花，那比太阳还耀眼的笑脸，和温软无比的双眸，悄然抚平了我的伤痛。我甩甩头，思绪从过去的记忆抽离，我转身朝相反的方向离开。周旭，我们是时候说再见了。我回到了我老家，10年前的事情，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心酸。不过如今做了一个了断也是好的。我买了奶奶爱吃的绿豆饼和爷爷爱喝的二锅头，去墓地看他们。我快死了，我要跟他们说一声，以后我就不来了。不过也请他们放心，很快他们就可以看到我了，因为我的墓地就埋在他们旁边呢。从墓地回来，我就住到了老家的房子里。再一次我睡了过去，却忘了关厨房的炉火时，邻居把我送到了医院。医生看了我的病历，不让出院，我便在医院住了下来。顾时念，你的良心是不是都让狗吃了？离婚不和我说，生病了不和我说，你还当不当我是你朋友了？昏迷时刚好闺蜜乔乔的电话进来，医生便把我的病情和她说了。而他千里迢迢的从太平洋的那边竟赶了回来，看到他怒气冲冲的样子，我连忙舔着脸道歉。乔乔抹了把眼泪，想要我原谅你，就给我乖乖听话。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不然。乔乔红着眼睛，扭过了头去。我本想安慰她一下，但是我真的撑不住了，便昏睡了过去。我是半夜被痛醒的。可是扭头，却看到乔乔趴在床边，皱着眉头，睡得很不安稳。乔乔坐了20几个小时的飞机回来，我实在不想吵醒她，便强忍着，许是我强忍着痛意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抽搐了起来。乔乔还是醒了，她看到我的样子，忙去喊了医生。回来后，她哭哭啼啼：“你怎么干什么呀？你痛你说出来呀！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我都心痛死了。你说了，我们可是要当亲家的，你偷偷离婚了就算了，连说过的话也不算话了吗？”一番折腾下来，已经天亮了。乔乔辞了海外的工作，直接在医院附近租了一套房子，每天给我炖不一样的营养汤送来。周旭个狗东西，你就这么便宜他了？听了我和周旭的这几年的过往，他咬牙切齿的就要给周旭打电话，被我阻拦了下来。我从小就很自卑，身边几乎没有朋友，当然乔乔除外。自小我们便是邻居，他父亲生意做得很大，外头养了不少女人，而且还给他生了不少的弟弟妹妹。他妈是活生生被气死的。生在这样的家庭，乔乔从小便对爱情失去了憧憬。他家里一摊子烂事，加上那年我和周旭结婚，
他终于干脆远远避了开去。只是这几年我们的联系却从未减少。在我终于开始化疗，头发大把大把掉的时候，我接到了周旭的电话：“你怎么没在家里？”化疗后，我总头晕恶心，浑身无力。原本刚有睡意，可他的声音再次让我恶心地吐了出来，是真吐。等我吐完再看手机，他早已经挂了电话。乔乔刚好给我炖了排骨汤，谁的电话？我扯了扯嘴角，推销的，顺手把号码拉黑。既然已经离婚，又何必再联系？第3天，一个陌生电话又打了过来：“你拉黑我了。”声音里是满满的不可置信。我扯了扯嘴角，把整个电话也拉黑了。似乎我的冷淡，反而激起了周旭的反骨。原本恨不得眼不见为净的他，竟然又换了一个电话打来：“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真的没有力气，也不想和他再牵扯下去。你为什么没在家？搬出去了？周旭似乎对我有没有在家这事非常执着。为了避免他再次纠缠，我便嗯了一声。那头沉默了一会：“你搬哪里去了？”我好笑：“你到底找我什么事？”离婚前恨不得我立刻马上消失在他面前，甚至为了让我离开那个城市，不惜给我2000万。离婚后却莫名其妙地问东问西，莫不是他有什么毛病？我再次挂了电话，甚至拿出了电话卡：“是他找你。”乔乔的语气不是很好。我无奈点头。乔乔看着我没说话：“放心，我已经和他没有关系了，就算死，我和周旭也没有半点瓜葛了。”但是周旭这个人，这几年生意做得好，也算是有点人脉。不过1个星期，他就找了过来。那天乔乔正带着我在院子里晒太阳，我最近昏睡的时间有点多，他看到我精神好一些的时候，总会用轮椅推着我多走走。出来了之后，乔乔才想起水壶没有带出来，他又返回去拿。正当我昏昏欲睡时，一个人挡住了我前面的太阳。我顺着大长腿往上看去，竟然是周旭。有点冷，我拉高了毯子：“你怎么过来了？”周旭抿着唇，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这次你又想做什么？想用病拴着我？你是不是忘了我们已经离婚了？你休想用以前的情分让我回到你身边。”我告诉你，不可能。我吐口浊气：“是啊，我装病等着你来找我，这你不就来了吗？周旭，你还真是犯贱啊！我怎么一装病你就千里迢迢地找了过来？这不是犯贱是什么？小晴儿不要了。”周旭买那黑如锅底，一言不发转身走了。我看着他远去的身影，心口堵得难受。我想18岁那边的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不过短短10年，我们就走到了相看两厌的结局吧。乔乔推我回去的时候，沉默着没说话。化疗已经停了，而且我的头发也终于掉光了。乔乔给我买了一顶齐的假发，他说我最爱漂亮了。其实这顶假发真的很适合我。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有点恍惚。以前周旭总说我发长好看，于是这么多年，我一直是齐腰长发。但是现在我戴着假发，竟然觉得比长发时看得还顺眼一些。如果忽略我清白的脸色的话，距离新娘还有7天的时候，医生隐晦地提醒乔乔，我可以出院回去了。如果有什么愿望，最好也可以提前满足。乔乔不愿意，他觉得还有希望的。他苦苦地哀求医生，哪怕是还有一丝丝的希望都可以，但医生还是摇头。当天，我们回到了我爷爷奶奶的院子，这里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还记得18岁那年，周旭总喜欢趴在围墙那看我。我喜欢喝奶茶，他总是趴了一会，又变戏法一般掏出一杯奶茶。我俩躲在墙角，两人你一口我一口，喝得不亦乐乎。还是这个地方这个地点，但是我和周旭早已物是人非。我开始列起愿望清单：1. 列遗嘱，我的身后事全权交给乔乔处理。2. 希望可以再去一次我们读书的学校。3. 希望可以和乔乔一起过生日。4. 希望好像没有希望了，因为我的愿望清单还没有写完。我就再次陷入了沉睡。只是很奇怪，这时的我好像灵魂脱离了躯壳，
我看到自己的身体在摇椅上睡着，但我的灵魂却站到了躯体的身前，悄悄看到我睡着。红着眼沉默了会，回房间拿了一条毛毯过来给我盖着。让我意外的是，周旭竟然找到了这里，只是这次看到他，他似乎瘦了很多，向来很爱干净的他，这次却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胡子拉碴地站在了院门外。他愣愣地看着我，似乎不敢相信再次看到的我，竟然已经瘦脱了相，悄悄抱着我的被子出来晒。他一眼便看到了院门外的周旭，你过来干什么？滚！悄悄丢了被子，就要去关门，可院门关了好几次都没有关上。周旭一只脚死死抵着院门，满眼乞求地看着乔乔，他真的生病了？你们骗我的是不是？他想要我回心转意，所以故意。我看到乔乔被他气得胸口起伏，狠狠的一巴掌扇到了他的脸上。你哪里来的脸？院门被乔乔狠狠地关上，他看向在院门处的树下沉睡着的我，泪如雨下。我走了过去，想要让他别哭，可双手却透过乔乔，我根本就触碰不到他。我只能颓然地看着他，看着他木然的一会摸我的额头，看着和田螺姑娘似的，一会晒我的床单被套，一会炖汤，有的时候或者什么都不做，只是默默地看着我。而周旭也没走，乔乔不让他进来，他便靠在了围墙外的墙根下。我昏睡了3天，这天一早，我醒来竟奇迹地察觉身上的痛似乎已经远离我而去。乔乔本来过来给我掖被子，却忽然看到我满眼笑意地看着他，他的眼泪不知怎么就落了下来。我抬起手给他拭了拭泪，爱哭鬼。其实乔乔从来都不哭的。以前读书时，因为我父母离异，同学中总有人会欺负我，说我是没人要的贱种。每一次乔乔看到了，他总会站在我身前保护我。那时候的我就知道，这个人啊，一定是我一辈子的朋友。乔乔白了我一眼，你才是爱哭鬼。顿了顿，他又说，明明那么怕疼的一个人，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呀？说着说着，他就红了眼眶。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这几年婚姻的伤害，还是化疗的痛楚，但是都要过去了。我打开衣柜，找了一件白色的碎花裙，但是我太瘦了，原本穿着正好的衣服，此时挂在身上，却和小朋友偷穿大人的衣服似的，看起来很是滑稽。我忍不住偷笑了一下，乔乔却红着眼，转过了头去，换好衣服。我戴了一顶帽子，假发有点扎人，我不是很喜欢。从屋内出来，我已经不需要坐轮椅了。乔乔担心我看到周旭，只劝说着让我在屋内转转就好。可他抬头，却看到我直直地看向外面，围墙外，周旭胡子拉碴地愣愣看着我。我去买些鱼回来炖汤。乔乔准头叮嘱我，上次你说那条鱼做得太腥了，我特别跟着视频学了好几天了，你等我回来煮给吃，知道吗？乔乔恨恨地看了眼周旭，这才转头叮嘱我，一定等我回来，知道吗？我笑着看他，好。乔乔这才戴上帽子，打开门走了出去。而我站了这么久，也累了，便慢慢蹲了下来，准备坐在摇椅上。周旭本只是局促地看着我，当看到我要坐下来之后，他才忽然跑了进来，扶着我坐下。我看着衬衫皱巴巴的，头发也几天没洗一般的周旭，你瘦了。周旭双眼一红，嘴巴颤抖着没说话。杨丽不是我推的。我忽然道，杨丽是周旭第一个出轨对象，那时候的杨丽自知争不过我，便偷偷坏了周旭的孩子。在某一天，周旭离开家里去公司上班后，他便少了上来。我忘了当时他拿着孕检单给我看，我是什么样的心？应该是不可置信，或者是心痛的吧。杨丽是周旭的秘书，她说周旭早就不爱我了，她让我如果还知道廉耻，如果还爱周旭，就应该主动退出，成全他们。当时我不想听她说那些，我只想回去，我是冷静冷静。可是杨丽不让，她非扯着我让我给她一个说法。她不自己不小心碰掉了桌上的筷子，她来拉扯我的时候，不小心踩了上去，孩子没了。她说是我推的，
那时候的我，看到周旭竟然信了他的话而质问我，我也懒得解释，周旭便认定了我的额度。然后我看着他明目张胆地带他出席宴会，还给他买了房子、别墅。我和周旭的决裂，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但是后来，好像杨丽也并没有在他身边待多久。之后，周旭的身边女人轮番的换，而我竟然也习惯了。他厌恶我，但我拽着心里的不甘心，怎么也不愿意离婚。于是我们便在这段畸形的婚姻里互相折磨，直到这次患癌。乔乔说：“我这都是被周旭气的，但是不是已经没有意义，是我非要拽着他在这段畸形的关系里沉沦，不愿放手。而他只是不爱我罢了，有什么错呢？不过也幸好，最后我们还是离了。”我看了眼他鬓角露出几丝雪白，歉意道：“对不起呀，这些年是我耽误你了。”我看到周旭摇着头，泪如雨下，确实是我的错。我不仅耽误了周旭，也害了我自己。但是时光不可倒流，而属于我的少年郎，也早就和我走失在了时光的洪流里。念念，对不起，对不起。周旭泣不成声。我不知道他在哭什么，或许他对我是有点愧疚的吧。但是这些都没有意义了。死后我的灵魂不散。我看到乔乔提着买回来的鱼，他在看到我清白的面色时，怔怔地丢了手上的鱼。我看到周旭鬼在摇椅旁失声痛哭。我还看到乔乔把我葬在了爷爷奶奶边上。你个坏念念，说好了等我回来给你煮鱼的，你又说话不算话。乔乔在墓碑前碎碎念，一起带来的还有我奶奶喜欢的绿豆糕和爷爷喜欢的二锅头。你们现在住一起了也好。念念这些年一直都很孤单，以后念念可幸福了，爷爷奶奶就在你身边。乔乔红着眼，眼泪始终不愿意掉下来。好了，我也该走了，等过几天再过来看你们。乔乔的身影消失后，一直躲在一旁的周旭才慢慢走了出来。我飘荡的灵魂顿了一下，但是我知道，我是不想看到他的，不管是好的周旭还是坏的，我都不想看到。可周旭却跪在我的墓碑前，又说起了我们的以前。我烦躁地跳开了几步，真不想听啊！那些以前，我们发生的以前，结婚后的这几年，我早就回忆了无数遍了。此时听起来只觉得无聊，但是周旭去也日日都来。我想我爷爷奶奶应该是不愿意看到他的吧。于是在周旭又过来的一天，我终于大声地喊了出来：“滚！你滚呐！”我不知道周旭是不是看到了我，但是我却发现他面色煞白，顿了一会后，终于脚步踉跄着跑了。而我也似乎在那一刻被一道白光带回了以前。那时17岁，我还没有认识周旭的年岁，奶奶还在。中午做完作业，我正要去学校，奶奶追了出来，她递给我一个红薯，说路上吃，免得一会放学晚了肚子饿。我顿了一下，笑着和奶奶挥手。放学后的傍晚，我看到2个高年级的学生正把一个男生堵在了学校的围墙下，还抢走了他的牛奶和面包。被抢的男生愤恨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他朝我迎面走来，我目不斜视地和他在围墙边擦肩而过。远远的有人喊了一声：“周旭，快点！”男生应了一句，拍拍身上的尘土，加入了他的朋友们。而我也没有像上辈子一样扶他起来，并且给出了自己的地瓜。我剥开地瓜的皮，真甜，竟然还是红心的。而我不知道的是，那个擦身而过的周旭，却在和朋友即将离开之时，朝我这边看了一眼。这一辈子，我们的人生终于不要再相遇了。周旭番外，当顾时念再一次和我提出离婚的时候，我根本不信。这么多年，他这种把戏已经玩了几十遍了。他不腻，我也却早就厌了。可我没想到的是，他竟然敢去挑衅周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怒不可遏地冲回家里，愤怒之下，我竟然掐住了他的脖子。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愣愣地看着自己的手，这是顾时念呐！就算他再过分，可是我怎么能？他要离婚，而且这次看起来好像是认真的，可是他演得再像，我还是不信。我不信他可以离开我，
我们17岁认识，18岁在一起，结婚后她更是在家里当了全职主妇，而这些年，她也早已变成了我不认识的样子。她歇斯底里，她喜怒无常，甚至她还跟踪我，怀疑我。我们之间曾闹过，曾和好过，也曾仇视过，但最后我们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我工作很忙，根本就没有心思搭理她，但是她既然想演，那我就陪她。她说她什么都不想要，我偏偏把房子留给了她，还给她留了2000万。结婚那日，她却没有来。我在民政局等了半天，打电话给她，她说她就来，我才不信。但是她也真的很可恶，我竟然信她会愿意离婚，而且还在民政局等了半天。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她下午竟然真的来了，没有吵，没有闹，甚至我身边跟着周周，她也只是吐槽1、2句，和以前看到我身边有女人时发疯的样子天差地别。而且我发现她的脸色似乎不大好，而且也瘦了一些。而我没有想到的好，她竟然真的签字了。可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我其实还没有回过神，我们真的就这么没有关系了。我浑浑噩噩地被周周拉出了民政局。车子开动的那一刻，我看到顾时念孤单的一人在等车，不知道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几天后，我回到了我们的家里。哦，这套房子离婚时已经给顾时念了，这是他的房子了。我敲了敲门，敲门前我还在想，如果他问我回来干嘛，我就说，说什么好呢？我就说我的剃须刀还在这里。是的，没错，但是好久都没有人开门，我有点慌，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又等了一会，还没人开门，我便用以前的密码尝试着打开了房门。房门打开的那一刻，我是窃喜的，我觉得顾时念还是放不下我，才没有改了家里的密码。可当我开灯后，看着地上被打碎的碎片，又看着屋内空空如也的衣柜，我才猛然意识到，顾时念，他好像真的离开了。想到离婚时我说的给你2000万，但是你必须离开这里的话，我恨不得狠狠扇自己一巴掌。但其实我当时怎么就忘了，念念除了我，身边再没有其他的亲人了呢？那一刻，我们曾经的美好似乎如潮水一般朝我涌来。曾经，我和念念有一个孩子，但那时候我们一起创业，他因为连续熬了3个大夜，那个孩子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来了，又走了。念念很痛苦，总觉得自己不是个合格的妈妈。后来公司上了正轨，念念便索性请假在家休养身体。这一停下来，他就再没有回到公司，而我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念念对我的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争吵、怀疑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而念念看我的目光也从欢喜、期待、受伤，再到毫无波澜。我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似乎失去了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我终于找到念念了，但是那时我以为她是为了气我，后来我才知道她真的生病了。可是念念已经不会原谅我了。她的闺蜜乔乔从国外赶了回来，她很警惕我，轻易不会让我出现在念念的面前。后来念念被乔乔接了回去，后来念念走了，从始至终，她的闺蜜乔乔都不愿意我经手她的后事。她说我不配，也是念念走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我这一辈子失去了什么。我想，我这一辈子再也没有了幸福的权利，因为我伤害了这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啊。我想，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会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念念，你一定要等我。接下来进入第2个故事。何明生中途去上厕所，将手机给我保管。他一走，手机疯狂跳动消息，是他的兄弟发的。今天瑶瑶来做产检，小心避开你老婆。屏幕闪烁，之前的消息也一览无余。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瑶瑶怀孕的事情？何明生是这样回的：我答应了他一生一世一双人，如果违背，从此不再相见，所以我不会告诉他，让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之后我也会让瑶瑶的孩子认她做妈的。恰巧这个时候何明生回来了，将我的盲杖给扶稳。
耳鬓厮磨说短短3分钟，想了我千百回，却没注意到盲人墨镜下我早已恢复清明的眼睛，也没知道1个月前我早已知晓了这一切，并且应下了前去新疆医疗支援的光荣使命，只等1周后航班起飞，我与他不再相见，将手机交到他的手里，我就催促着他先回家，我自己去递交辞呈就好，你先回家吧。何明生眉头轻皱，刚要坚决陪我留下来，突然那边响起了呼唤声：“生哥，这要巧，你看到我给你发的消息没有？瑶瑶来做产检，你不陪着点吗？”听闻，何明生十分惶恐，凑到那人耳边，压低了声音：“没看到你嫂子吗？”哪知那人直接用手在我眼前晃了晃，而后又揶揄地碰了碰何明生肩膀，暗示性地说：“你肆意妄为，想要做什么，嫂子都不知道的。”而后又冲我说道：“不管男人的女人才聪明，是吧，嫂子？”我顺势点点头：“你和你朋友去吧，不用陪我。”说完，我就径直走远了。何明生本来想握住我的手，就被一旁的宋瑶给拦住了。宋瑶媚眼如丝，用手指娇气地滑落在何明生的胸膛前：“明生哥，你就舍得让我一个人去做产检吗？”何明生脚步就此顿住，情不自禁地握住了那只乱动的手，语气是我从未听过的柔情蜜意，自然是不舍得的。交辞呈的时候，院长因为我眼睛恢复而高兴，而后又再三确认我是否真的去新疆支援医疗，这一去就是3年。对此，我坚定地点头。从院长办公室里出来后，路过 B 超市，透过门缝，清楚的就可以看见何明生将自己的耳朵小心翼翼地贴在宋瑶的肚子上，而宋瑶温柔地抚摸着何明生的头。随着何明生小啄一口他的肚子，他娇呼了一声，一旁的护士嘱咐这段时间不要剧烈运动。何明生点头，可周围的兄弟捂住嘴巴轻笑，这可怎么让我们生哥憋得住啊？一旁的宋瑶也娇羞低下头，嘀咕了一句：“就是啊，明明你前几天还非要在你和你老婆的床上折腾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何明生害羞的样子。周围的人又起哄道：“生哥，这才像你吗？如今方疏影一个瞎子哪里配得上你呢？即使知道了，瞎子可没人要，他也离不开你。”可何明生脸上的害羞没了，骤然黑沉了下来，警告性地说：“不要把这件事捅到你们嫂子哪里。”懂。一行人却只是随意摆手：“是，即使你和瑶瑶每天当着他的面干，他也不会知道的。”安啦。就在这个时候，我身后的护士唤了我一声：“方医生，刚才你的东西落在院长那里了。”一声落下，B 超室内的所有声音戛然而止。何明生立马弹了起来，慌张地向我看了过来，试探性地问道：“疏影，你刚才没听到什么吧？”眼神闪过一丝心虚，可他却没注意自己的手现在还依依不舍地和宋瑶牵在一起。我刚路过，没听到。闻言，他下意识松了口气，随后又解释自己只是在陪远方表妹来产检。说的时候，那边的宋瑶勾住何明生的尾指，看着我，眼里带着挑衅与不屑。我低头应了一句：“我先回家，你继续，我就不打扰你们了。”说完这些后，我似是仓皇逃走了。上了车后，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鼻子一酸，眼角就红了。那场事故之前，我眼睛还是好的，曾遇见过一个病人，眼睛瞎了，被家人嫌弃，被爱人弃如敝履。可那时的何明生信誓旦旦对我说，会这样做的男人就是个孬种。他说，即使世界毁灭，也会爱我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刻。而如今，分岔口前，我决定先他一步走。回了家，我直接瘫坐在地上，白炽灯闪得眼睛疼。当初我是在大学社团里认识何明生的，他是大学的校草，绩点名列前茅，奖学金拿到手软。见他第一面便无可抑制地爱上了他，他连拒绝人都是温柔的。我每天站在他楼下傻望，给他送自己做的早餐，即使他委婉地拒绝我，
直到那天，被他拒绝过的女生手里拿着一把刀，想朝他捅过去，而我却挡在了他的面前。也因此，我的眼睛失明了，自毁前程。本来梦想成为外科医生的我，成为了心理医生。一瞬间，他颤抖捂住我汩汩流血的眼睛，哑声道：“疏影，我答应当你的男朋友，你别吓我呀。”后来，我和他在一起了，他积极给我治疗，每天给我的眼睛按摩，买最好的器具给我治疗。他说要做我的眼睛。就在这时候，门锁响动了，看到我还没睡，责怪说道：“怎么还没睡呀？对眼睛多不好。”我没回，似乎是意识到了我情绪不对，他主动凑过来，想要吻上我的眼睛，可一闻到他身上浓重的香水味，条件反射将他给推远了。看到我如此，他脸上闪过一丝愕然。我眼睛治愈的节点很凑巧，上个月半夜，我感觉我的眼睛很是刺痛，睁开眼睛，我惊喜发现我能看到了，立马扭头看向我旁边的何明生，却发现床上多了一个人。宋瑶和何明生赤裸着就在我床边纠缠，情到深处的时候，何明生拍打着宋瑶的屁股，压低声音：“小声点，怕他醒了。”我死命压抑着哭声，不让自己发出声音。那一夜，听着水渍声连连和娇喘声，我没有睡着。隔天，我就做了前往新疆医疗支援的决定。疏影，你别吓我。何明生的脸上满是痛苦，意识回笼。我合上双眸，没有，我就是累了。可何明生联想到什么，慌乱解释道：“疏影，今早上那个真的只是我的远方表妹，她一个人到这里来打拼，她父母委托我照顾她的而已。”猛然，何明生抱住了我，声音颤抖：“疏影，我爱你天地可见，如果没有你，我都不知道有谁来爱我了。”一晚上，何明生都是搂着我睡，手僵硬了都没有放开过，生怕我跑了。隔天，何明生做了满满一大桌子的早餐给我吃，期待地看着我吃。大夏天的，他却穿着高领毛衣。如果不是我昨天看到了他脖子上的暧昧痕迹，我就要问他了。注意到我的视线，他眼神飘忽。我有点感冒了，我的胃里直翻滚着，潦草吃了几口后就停下了筷子。而何明生一直担忧地看向我，吃完提议和我去约会。这次他没有带上我的盲杖，而是直接将我抱到了车上，坐到副驾驶上。我一眼就看到了座位上那蕾丝内衣，看到后，何明生慌了神，立马拿了过去，折叠的整整齐齐，放在了他口袋里面，一路开到了福利院。何明生似乎很熟悉这里，直接拉过我的手，来到了孩子们的跟前。他分了好多糖果给孩子们，让他们来逗我开心。孩子的笑声萦绕在我耳边，让我这几天绷着的那根筋松了下来。期间，何明生一直注意着我的神色，看我和孩子们玩得急了，也忙上前搀扶着我，怕我摔了。最后看到我终于露出了笑容，他也松下了一口气。等适时的时候，突然走过来，温温柔柔地说：“疏影，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这几年我们一直备孕都没有效果，我也怕伤到你的身体，不如我们就收养一个孩子吧。”说完，宋瑶慢悠悠走了出来，小腹已经隆起来了，应该有几个月了。何明生先是从外套内拿出刚才叠好的蕾丝内衣，递给宋瑶，而宋瑶娇颠地看了他一眼，而后何明生直接就拿过了我的手，放在了宋瑶的肚子上。这是我那个表妹，她一个人带不了孩子，又不舍得送去福利院，毕竟也是有血缘关系的，不如我们就领养了，好不好？试探性地问着我。刚才我和孩子们一起玩的喜悦瞬间就烟消云散了，声音更是前所未有的冷。远房表妹的孩子还有血缘关系，莫不是你的孩子？与之同时，怒意涌上了心头，让我给他出轨对象的孩子当妈，我没这个兴趣。听到我的话，何明生下意识紧张了起来。哪有啊，疏影，这个玩笑不好笑的。紧接着，他又挥手示意宋瑶先走。可就在这个时候，趁着何明生没注意，宋瑶脚一崴，摔倒在了地上。倒在地上的宋瑶还要痛苦地看着我，
仿佛我就是那个凶手。下一秒，何明生怒斥道：“方疏影，这次你真的过分了！这是他第一次喊我全名，也是第一次对我发火。”我却嗤笑了一声，如了宋瑶的意，是我推的，怎么样？话落的瞬间，何明生对着我那张脸就抬起了巴掌，作势要打下来。可过了好久，那巴掌都没有落下。最后，他咬紧了唇，压抑了怒火。我先带瑶瑶去治病，你自己先回家吧。说完，直接就公主抱起宋瑶走掉了。他走后，又挂起了好大的风和雨。他似乎忘记了出门前没给我拿盲杖，也忘记了一个盲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引路人该如何自处。可我却是直接将戴在脸上的盲人墨镜丢进了垃圾桶里，眼睛清明地看着前路，走出了福利院。去新疆倒数的几天里，何明生很少回来，即使回来了，手机很快又弹出了消息，他又匆匆走掉了。因为知道我看不见，他也毫无掩饰上面的内容。我也才发现，他微信经常双开，小号和大号来回切换。不过小号只独独加了宋瑶。倒数第3天，宋瑶的朋友圈里面发了 B 超单，众人纷纷评论孩子长得好像何明生。而我将关于何明生和我约会时给我买的玩偶全部送给了福利院的小孩。倒数第2天，何明生的小号发了给宋瑶做的爱心早餐。我将他求婚时给我买的婚纱挂到了二手网站上面卖。倒数的最后1天，宋瑶用何明生的大号发了何明生睡着的照片，众人纷纷祝福。而我的航班即将起飞，我拿起行李就要走，可何明生却出现了，手里拿着手机，眼圈通红，大声质问我：“疏影，去新疆医疗支援的名单里为什么会有你的名字？”听到他的话，我才恍惚，他身为医院的外科主任，这些名单都要给他过目的。相对于他的激动，我却尤其平静，想去就去了，有何不可？你可知这一去就是3年？3年不是3小时，也不是3分钟。你不在了，我一个人怎么办？何明生几乎是吼出来的。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丧失了所有理智。可我轻飘飘：“不啊，你不是一个人。你有宋瑶，哦，还有你们的孩子。”这些话犹如一盆冷水浇到何明生的头上，将他的怒气全部熄灭了。他有些哑然，可还是嘴硬：“疏影，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他的死不承认，直接让我的心更加冷了下来。那天你和宋瑶在我身旁翻云覆雨，不是挺刺激、挺快乐的？怎么如今却忘了？话落，他声音戛然而止，喃喃自语：“那天。”随后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疏影，你看得见了？”离去前，何明生就硬是要我把他的一切难堪全部扯下来，他才痛快。既然如此，我成全他。我的眼神沉了下来。当初我和你说的分明，如若你违背了约定，我们从此不复相见。你不是一个守诺的人，可是我却是一个重诺的人。自这天后，我们就不要再见了。说完，我就拉着行李走出家门。可是何明生却拽住了我的手，凄怜地看着我：“疏影，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只要你不离开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何明生眼角猩红，泪水不要命地往下流。可奇怪的是，现在的我却感觉不到一丝触动。你要知道，一步错步步错，有些错永远都弥补不了。我一点点掰开何明生的手，如果你还不放手的话，我就直接报警了。终于，他缓缓松开了我的手，看着我头也不回的背影，他瘫坐在了地上。忽然，我想到了什么，扭过头来，而何明生以为我后悔了，一双眼睛期待地看着我。而我提醒道：“离婚协议书，我到时候会邮寄给你，你记得签好。”最后一丝希望都被我的话浇灭了。没等何明生如何得神伤，我独自踏上了旅途。相距4600公里医疗援疆，援助的地方是新疆的一处山脉，海拔很高，雪域冰天雪地的。
自然环境很恶劣，尽管条件恶劣，可有不少人是和我一样主动请缨去的。去到的时候，我面临的第一大难关就是高原反应，头晕眼花，胸闷气短。幸好与我一起同行的人得知不少缓解措施，才让我舒缓了下来。这里我们服务的不只是有戍守边疆的士兵，还有周围的居民，基本都是一些呼吸道感染、皮炎之类的病症。我一个心理医生倒有些帮不上手，只能是作为护士给他们打下手。不过做着这些，我却挺开心的。被治疗好的人们会送些他们这里的特产馕和一些奶茶过来给我吃，还有一些小孩子们甜甜的叫我姐姐，和我一起聊天。我确实是真挺喜欢小孩的。有一次，有人出了车祸，紧急救援，当时唯几个外科医生正巧都出去了，救治伤重的长官。不光是病人家属，就连剩下的医生都手足无措。情急之下，我戴上了手术手套，拿起手术刀给他处理。即使失明之后，即使碰不到手术刀，即使只是一个心理医生，可我还在学，听着视频教学学习，想着自己拿着把手术刀来学。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外科医生全部回了来，接替了我手里的刀。看到我刚才的处理，有些讶异。如果不是你刚才处理的那几下，即使我们现在回来了，即使是神仙也就不活了。最后，这场手术顺利结束，病人家属们对我顶着压力也要救助的行为送了锦旗，还对着我连连几个鞠躬，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还有那些身经百战的外科医生，发现我的技能后，也会主动教我，也允许了他们进行手术时候，我在旁边观摩学习。就在这充实却成就感很足的日子里，何明生的电话也没有停过，但无一例外都是那些话：疏影，对不起，宋瑶怀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明明叫她吃过避孕药的。我嗤笑了一声，所以呢，如果她没怀孕，你觉得我还会跟你在一起是吗？她始终还是将我看得离不开她。你凭什么这么以为？何明生，你脏了，我有洁癖，受不了，我们不再可能了。电话那头的何明生隐隐有些崩溃了，嘶吼道：我只不过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你看外面哪一个男的不出去偷吃？我不假思索，那你就找可以忍受你偷吃的女人去过吧。他疯狂地摇着头，似乎放弃了一切挣扎。那我要怎么做才能弥补这一切？闻言，我漠然地说了一句：宋瑶肚子里的孩子和宋瑶，你能割舍吗？提到宋瑶，何明生突然沉默了下来，最后犹豫地说：疏影，你不是最喜欢小孩子的吗？怎么可能忍心将还没出生的孩子给扼杀了呢？你不忍心的，是吧？我说这些不过是为了试探他，我也不至于要宋瑶打掉孩子。可何明生还是如我意料之中的犹疑了，两边都割舍不掉，既要又要。当初的我怎么就没看清何明生是这么一个贪得无厌的人？那我们没什么好聊的了。说完，电话被我直接挂断。这次我毫不犹豫拉黑了何明生。7年的感情，毕竟一起经历了这么多，总会压着一些情绪，但幸好这段时间的忙碌让一些遗憾都释然了。每天晚上我都会挑灯，看着那些医生给我之前他们的学习笔记，也在无时无刻洗澡和吃饭嘴里都振振有词，记着操作的步骤和一些细节。努力下，主动教我的外科医生看我已经学得差不多，会让我直接上手，他们在旁边协助。这也算是我第一台真正的手术，镇静十分。直到下了手术台，我才浑身一软，手才后知后觉地在颤抖，可心却是喜悦的，支撑不住，差点要倒。有人将我扶了起来，我正要道谢，抬头一望，却看到是何明生。瞬间，我直接推开了他的手，后退了好几步。看到我唯恐避之不及的样子，何明生脸上的表情都要维持不下去了。可随后，他又勉强挤出来一丝笑容：疏影，我也过来医疗助援新疆了，来陪你。听到这话，我狠狠皱了一下眉头。何明生在医院做到了主任的位置，
可如今却要撇下那里舒坦的位置不做，来这恶劣的地方。现在我已经和他没了关系，我也不能阻扰他的去处，只是提醒了一句：离婚协议书签好了吗？上个月我已经给你邮寄过去了。提到离婚，何明生的脸直接垮了下来，妄图牵着我的手撒娇，可我没给他这个机会，毫不留情。我不想闹到打官司这个难堪的地步，但你若是还不识趣，就别怪我了。话落，何明生脸上完全没了喜色，忽然他又想到了什么，有些委屈。疏影，我为了你做了这么多，就连宋瑶肚子里的孩子我都给打掉了。话语一出，我心直接颤了一下，有些发懵了。看到我这副表情，何明生又开心地抱住了我。是的，疏影，你没有听错，宋瑶的孩子被我给打掉了。下一秒，我大力推开了何明生，而他因为没预料到，直接摔倒在了地上。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何明生，这么多年了，我怎么才发现你是一个这么狠辣的人？当初那个温温柔柔的少年，好像只是一场梦，温柔不过是他的一张伪皮。轮到何明生愣住了。疏影，这不是你要我打掉的吗？你让我做的一切我都做了的。我嫌恶地盯着他看，我没说过别来沾边，莫名的。我感觉到了反胃，转过头就要走，难以消化这个消息。而何明生眼里的光都暗淡了，直接大力地扯住了我，钳制住了我的双手，眼圈通红，情绪失控。我一切都做了，你不是应该高兴吗？没有，我觉得你挺恶心，很倒我胃口。他死死盯着我看，声嘶力竭。方疏影，你敢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现在真的不爱我了吗？我却不偏不倚地对上他的眼睛，斩钉截铁，是一点都不爱了。得到回应的何明生却直接握住了我的脸，强硬地要吻了下去。看着那近在咫尺的脸，我想挣扎开来，放开我，何明生，放开我，却始终抵不过他的力气。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直教我的外科医生走了过来，直接一拳打在了何明生的脸上。随后那医生扶着我，看着眼圈红红的我，一个劲问我有没有事。而何明生像是恍惚醒了过来，那医生看我摇头后，转头怒骂着何明生：“你这就是强暴，狗屁不如的玩意！”何明生意识到了什么之后，想要走过来。疏影，刚才我就是一时间怒气上了头，可看到我狠意盯着他的眼睛，声音戛然而止，眼角猩红，竟然哭了。对不起，对不起，一边道歉，一边仓皇地跑掉了。趔趔趄趄的，还绊了好几次脚。虽然何明生和我同在一个医疗服务站点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但那次事后，何明生都没来找我，甚至是走过路过，看到我都假装没看到，直接走掉了。可笑的是，当初说的离婚协议书，他似乎失忆了一样，没有任何下文。而我不想见到他，便叫同事转告了何明生。最后3天，如若再不签约，就直接走法律程序了。何明生终于有了动静，不再避让我了。在医院，身为外科主任的他，现在在这里自然也是生活的风生水起。知道我现在会辅佐手术，直接利用了特权，让我辅佐他一起共事做手术。办公室里，他只字不提离婚协议书的事情，也没让我干任何事，反倒是自个给我倒茶端水的，时不时就在我耳边念叨：“疏影，离开你，我真的会死的。”现在的我早已经没有任何的动处，冷冷开口：“那你就去死吧。”说完，何明生拿着水杯的手都拿不上放不下的，而我看着他神色莫变的脸，慢慢掀起了眼皮。怎么，你又要强暴我吗？此话一出，何明生眼睛直接猩红了，慌忙否认之后，又叹了一口气：“疏影，你是要拿去我的命才满意是吗？”我耸了耸肩，无所谓。当天下午，何明生没在，而我尽职尽责，整理着他的办公室，却在打扫他柜子的时候，里面的一张泛黄的照片直接掉了出来。捡起来看到后，我鼻子就有点酸了。那是当初和何明生在一起之后，第一次约会拍的一张照片。
当时的我和他的脸上满是笑容。就在这个时候，何明生冷不丁的声音让我从回忆中唤醒了。他眉眼柔和了下来：“疏影，你还记得，是吗？”不过是一瞬间，我就将情绪收放自如。记得，在何明生即将亮起来的双眸之前，我又打破了他所有的幻想。那又如何？我从不质疑真心，可是真心瞬息万变。我回忆里的何明生已经死去了，你对我来说不过是陌生人。你真的能从7年的感情里抽身而出吗？那是7年，不是几个月。那些真实的回忆，是我们一起经历的，怎么能忘却？事实证明，我就是可以。话落，我做事要将那张照片给撕碎，不要。而何明生脸色大变，一个箭步冲了上来，想要阻止我。可过去只是过去，照片已经给我撕碎了。我一把将碎片扬在了空中，何明生声嘶力竭，想要将那些碎片给全部收起来，可最后什么都抓不住，碎片洒了一地。而我抬步就要走，又想起来什么，脚步一顿，提醒了一句：“还有最后2天。”瘫软在地上的他，喧嚣过后就是沉默。他咬紧了唇：“疏影，你真的别逼我。”隔天，何明生不舒服，没来医疗服务站。再过了1天，就是我给他宽限的日子了。当天，何明生还是没有来。可到了晚上的时候，工作结束，将医护服脱下，准备下班的时候，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走过来，递给我一杯水。疏影，菊花茶。我没有任何犹豫就接了过来。自从我来了之后，这个同事就和我共事了这么久。他养生，每天会泡很多养生茶，也会分给我喝些。只是我刚要将茶水送进口的时候，我却发现了不对劲。他垂下来的那只手一直在抖动着。我顿了一下，皱了一下眉头：“小易，你怎么了？”话落，他直接就扑通跪在了地上，整个人都在颤抖，哭了出来：“对不起，疏影，对不起，我利用了你对我的信任，是我的不好。”我连忙将他给扶了起来，严肃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愧疚，他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原来是何明生让他给我下药，等我昏睡之后，就将我带去一个酒店。他本来是要拒绝的，可是何明生直接威胁他，如果他不听话，何明生就利用职权将他给开了。得知事情原委后，我却冷静十足，让他别怕，按照何明生说的去做。听到我这话后，他哭都不哭了，直愣愣地看着我。既然何明生要做到如此，那我何不顺手推舟？过了30分钟之后，我被同事忐忑地送上了车，然后又跟着他去了这附近的一家旅馆，假装昏睡着被他送上了一张床。等他走后，何明生从浴室里出来，应该是刚洗完澡，身上还围着一条浴袍。看到我安然地躺在了床上，他缓缓走了过来，眼里都是缱绻。疏影，还是这样的你最乖，最好看。你不是在意孩子的事情吗？那就让我们今晚造一个孩子，以后你就再也离不开我了。他的手就冷冷地贴在了我的脸上。就在他要欺身而上，脸凑我而来的时候，我直接睁开了眼睛。看到我醒来，他瞳孔骤然缩紧，大惊失色：“疏影，你不是喝下了迷药吗？”与此同时，房门骤然被冲破，所有人都涌了进来。那一瞬间，何明生连忙地将身上的浴袍整理好，随后看着服务站的众医生们，说话结巴：“你们怎么？”是我回答了他的话，是我通知他们来的。我缓缓从床上起了来，还顺带拍了拍我衣服的褶皱。一下子，他就联想到了什么，指着人群里面的小易，怒斥着：“是你临时倒戈？你真不想干了是不是？”小易畏畏缩缩的，一下就怕了。可就在此刻，医生们将小易挡在了身后，其中同为其他科室的主任站了出来：“何明生，你作风不良，私下威胁护士强暴医生，我怎么不知道你有这么大的权利？等我去问问院长，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医院里的老人，平常威严就挺大的，连院长都要敬他3分。”何明生瞬间就说不出话，却什么都不在意，只是一脸痛苦地看着我：“疏影，
你就非要做到这个地步，是吗？我漠然地看向他，是你先这样做这样的烂事，就怨不得我。此时此刻，服务站的医生们看了这么一场大戏，也全都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纷纷唾骂着何明生。那晚后，这件事也传到了院长那边，何明生不出意料地被开了。期限一到，我准备递交离婚材料给法院的时候，何明生终于妥协了，用了别人的手机给我发来了短信。见一面，他将离婚协议书递给我的时候，我都有些哑然了。可我接过的时候，他却死死都不舍得松手，一把扯过。看到上面赫然的2个名字后，我才终于露出了这些天的笑容。走吧，还得去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手续。何明生木然点点头，亦步亦趋跟在我身后。这还是这么久以来一起和他安静地走着。短短几步路，何明生却一会说自己脚痛，叫我走慢点；一会说自己肚子痛，得先去上个厕所。可能是离婚心情好，我对他也多了些包容。2公里的距离，硬是拖了2个小时。当服务人员再一次确认的时候，何明生先是紧紧盯着我看，可听到我毫不犹豫地说确认的时候，他眼里的光直接暗淡了下去。最后接过离婚证的时候，何明生对着我虚虚地笑了一下，提议说要不要他送我回去。看着他笑得比哭还难看的表情，我心里却意外舒畅。不用了，你快点收拾行李，买车票走吧。他被开了，自然也不用留在这里。说完，揣着红本本，我就毫不留情地走了。留下黯然失色的何明生失神地望着我，可能是心中的大石终于落下了。我感觉浑身一轻，就连干劲也十足。医生们之前碍于何明生的身份和我保持距离，如今他一走，外科医生又继续教我专业知识，我学得不亦乐乎。当初那个被何明生利用的同事小易也愧疚地给我送来了好多东西，我都一一接受了，安抚他说他也只是受害者而已，不让他有心理负担。隔了没多少天，突然有个小孩子跑进医疗服务站，凑到我耳边说有个哥哥找我。我纳闷地出去后，就发现巴巴站在外面的何明生。他不敢进来，因为之前医院里面的那些人因为我的缘故，将他又骂又打的。目光下瞟，我又看到了他手边的行李，我挑了挑眉头，还没走，看到我着急地赶他走的样子，他失落地低下了头。短短1个星期没见，何明生好似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头发乱糟糟，胡茬满脸都是，不修边幅的样子。良久，他才缓缓道：1个小时后就走了。紧接着，他又从外套内的口袋夹层里掏出了一张照片，上次被撕碎的照片却被他拼好了。看着他的动作和眼前的照片，我却忽然记起了什么，挑了挑眉。记得你上次从外套的口袋夹层里拿出的东西，好像还是蕾丝内衣吧？如今你拿出这张照片，不会还觉得我会回心转意吧？2句疑问打得何明生措手不及。他连忙否认：“不是的，疏影，我想过了，即使我们离婚了，我做错了这么多，我确实应该悔悟。我想明白了，我不会再娶别人。”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然后我能不能和你继续保持朋友的关系？他娶不娶别人也不关我的事。我将他塞给我的那张照片直接扔进了垃圾桶。你就像这张照片一样，该是碎掉的，即使拼好了，命运也是被丢进垃圾桶。朋友大可不必，因为我从始至终都没忘记那个约定，死不复见。何明生听到我的话，像是被抽去了灵魂，了无声息的样子。见此，我拍拍手就要走，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举着一把刀突然向我冲了过来，是宋瑶，疯疯癫癫的样子，没有了之前精致的妆容和打扮。他大喊大叫，怨气十足：“都怪你！如果不是你，明生哥就不会迷晕我，直接将我孩子给打掉。你这个狐妹子，妒忌别人，我看你以前眼瞎都是装的，博取同情。疯子！”我低低骂了一声。孩子被何明生给打掉，第一反应不是找何明生算账，而是来捅我。可就在那把刀近在咫尺的时候，
何明生反应却来不及跑过来阻止，看着那把刀和慌张的何明生，我却直接一个反手，一个勾手，直接将那把刀给甩飞了。而宋瑶被我一把踢在了地上。自从眼睛痊愈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了，唯有自己能保护自己，唯有自己是最值得相信的。所以，我学了巴西柔术，从此之后再也不需要依靠别人来保护我。何明生看到我的反应，直接愣住了，而摔倒在地的宋瑶阴狠狠地看着我。是何明生走了过去，直接狠狠甩了宋瑶一巴掌：“你个毒妇，伤害了疏影，我要你的命！”宋瑶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你打我？你为了他打我？你在那个女人的床上弄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你撕碎我衣服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的。”随着所有不堪全被揭露，何明生狠狠怒斥，又甩了何瑶另一边的脸：“闭嘴！”随后，何明生下意识看向了我，可我对上那双眼，心中无波无澜。装完了吗？做了还不认？我早就知道了你那些事情了。说完，我顺带报了个警，就走回了医疗服务站。而何明生目送我的背影，眼里充满了悔恨和无可奈何。最后，宋瑶以杀人未遂被抓送进了监狱，似乎是被何明生那一巴掌拍的脑子清醒了。他将何明生将他迷晕，直接开刀取出了他还未开化的孩子，扼杀生命。这件事给捅了出去，警察得知后调查一番，确实有此事后，也将何明生一起给收押在监狱里了。听说何明生每天呆坐在监狱里，时不时就握住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照片看，可监狱里面的大哥大看不惯他，直接趁他不注意烧了那张照片。在之后就是何明生在监狱里自杀的消息。其实这场7年爱情的结尾，我和他都有失，我浪费了7年的宝贵年华，而他失去了当初最温柔正直的模样，变得不择手段。可幸运的是，我守护了很多。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因为出色的医术，从心理科室转到了外科科室，拿起了手术刀，治疗了一个又一个病人。新疆医疗支援3年，收获了很多，拿了无数的国家奖，还有病人送的锦旗。此后，我都为此奔赴耕耘，行医救人，一往无前。接下来进入第3个故事，陆秉泽破产后，是我养着他。又一次将工资转给他后，才发觉自己连饭钱都没留。我请他帮我点份外卖，他烦躁地说：“腊肉炒饭行吗？9块9还送可乐和卤蛋。”半个小时后，我收到了2份外卖，一份是廉价的腊肉炒饭，还有一份是陆秉泽给他白月光的鲍鱼捞饭，198元一份。小票备注上还有陆秉泽的关心的话：“妍妍，你试试这家新店好吃吗？不好吃就告诉我，我再给你点别的。”这一刻，我忽然觉得有点累了。我机械性地继续吃着腊肉饭，腊肉很肥，我从小就不爱吃肥肉，闻到肥肉就想吐。刚刚陆秉泽帮我点外卖的时候，明明记得这点，月月，你是不是不爱吃肥肉来着？可下一秒他又说，肥肉多好吃啊，你现在工作辛苦，每天那么累，就该吃点肥肉补补。行了，就吃这个呀，唯一一个便宜还有肉的。我下单了，看着碗里3大块晶莹剔透的肥肉，我视若无睹地放进嘴里咀嚼，强忍着反胃，活生生咽了下去。因为我实在是分不清，到底是肥肉的味道恶心，还是我辛苦的钱拿去给陆秉泽的白月光林舒妍花了更恶心。我一勺又一勺的不停往嘴里塞，终于最后一口也吃干净了。2个腮帮塞得生疼，眼泪还是没忍住簌簌流下。陆秉泽破产后，脾气就变得不好，很多时候一点就炸，对谁都漠不关心，包括我这个女朋友。我一直深信是家里破产给他带去了无法消散的阴影，对他万般包容，放弃了出国深造服装设计的梦想，留在国内找了份收入还算不错的工作，挣钱养他。这一养就是4年。我拿起手机想问一问陆秉泽，为什么要这样？
质问的话在对话框里删删减减半天，都没拼凑出一句完整的话，犹豫了好半天，先等来了陆秉泽的消息：宝宝，外卖员说他有个外卖送错给你了，是一碗鲍鱼捞饭，你没吃吧？他马上回来取。我呼吸一紧，10分钟后，穿蓝色马甲的小哥急冲冲地敲开了我家的门，拿完鲍鱼捞饭转身就走。等等，我叫住了他，盯着他马甲背后上的字，声线颤抖：你是闪送？对，不是你下的单吗？闪送小哥一脸疑惑。我指尖发麻，感觉眼前的视线都有些模糊。其实我刚才还心存幻想的希望过，一切要是都如同陆秉泽说的那样，只是个误会就好了，不用送了。我从闪送小哥手里拿回鲍鱼饭，一气呵成地砸在地上。你就告诉单主，说饭被我扔了，要他有事来找我。你拍张照吧，免得被投诉了。闪送小哥拍完照汇报给陆秉泽后离开了。我默不作声地蹲了下来，认真清理着过道里的食物残渣。手机在一旁嗡嗡直响，是陆秉泽发来的消息，打来的语音电话。一开始他的语气还算好：月月，妍妍刚回国，举目无亲，刚搬到这附近，她不知道什么东西好吃，就拜托我帮她点一份。我知道你们女生爱多想，容易吃醋，所以就没告诉你。没想到忘记切换地址了，不小心送到你那边去了。我微微晃了下神，细数一下，林淑妍回国已经有半年了。这期间，陆秉泽至少帮了他几十件大大小小的事情。不管陆秉泽会不会，他都要强硬的让陆秉泽去找他。就算每次最后的结局都是找个工人来修，看我迟迟不回复，他连扣了几个问号。行了，你饭也砸了，气也出了，因为你的任性，白白浪费了198元。哎，你能不能懂点事？明知道咱俩现在没什么钱，干什么呢？不回消息。我好声好气跟你解释，你就这个态度，你能不能理解我一点？我爸在国外，现在需要他父亲的帮衬，他爸拜托我照顾好他，我能不帮他吗？我擦了擦脸颊上的泪水，终于有勇气发出了那3个字：分手吧。那头沉默了一瞬，立刻打来了电话。我刚按下接听，便听见陆秉泽失望的一声叹息：江月，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只能依靠你，所以拿这个来威胁我？你现在怎么变成了这样？我有钱的时候亏欠过你吗？现在花你钱给妍妍买了份饭，就把你气成这样，那你把我在你身上花的钱都还回来，我就同意和你分手。在即将哭出来的前一秒，我挂断了电话，抱着膝盖痛哭。细细算来，陆秉泽在我身上花了几百万，他送了我一套位于市中心最繁华地带的房子，是我现在住的家。他给我买了车，是我现在上班的通勤工具。在他家破产以后，他从未提出让我变卖这些，甚至他宁愿住进500元一个月租的一个床铺的青年公寓，也没提出要住进我家。他还说过，宝宝，我们现在还没结婚，在我心里，同居就等于结婚，等你想清楚要和我结婚了，我再搬进去和你一起住，我送你的东西就是你的，别变卖，好好住着，都是我们的回忆。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破产后的陆秉泽和之前判若两人。他曾经能大手一挥送我别墅豪宅，现在我在他眼里吃酒拼好饭就该感恩戴德了。中介说我的房子应该很好卖，比当初购买的价格升值了快1倍。他好心劝我，其实要是不着急的话，您可以再留一段时间的，我估计价格还会持续上涨。但陆秉泽都那么说了，我还有什么脸面住下去？办理好手续，我知会了陆秉泽，房和车我都委托给中介了，出手后会把所有钱都转给你。他没回，当天晚上却冲来了我家。这也是自那天外卖事件后，我们时隔半个月第一次见面。陆秉泽没有以往看起来那么颓废了，不过他袖口和裤腿都脏脏的，看起来跟刚干完重活似的，也真如我所想那样。他说：月月，
我不会再继续自暴自弃了。我找到工作了，去卸货，试用期100块一天，试用期过了后150一天。他从裤兜里摸出一张200块，如同献宝似的递给我，给你买鲍鱼捞饭。那天是我冲动了，说了不该说的话。我不是真的想问你把钱要回来，要的话我早就要了，干嘛等到今天？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人脾气上来就嘴臭。好了，别生气了，你去打电话给中介，告诉他们不卖了吧，那可是我送给你的定情礼物，你真舍得卖呀？我站着没动，也没接过他手里的200块。哎呀，宝宝，是不是还介意林淑妍？我删了他，行不？咱俩就和好。陆秉泽摸出手机，点开微信，当着我的面，一点都没拖泥带水地删除了林淑妍。好了，宝宝，现在我能进你家坐了吗？外面好冷，我穿了件薄衬衫就来找你了。看到他被冻得发红的鼻尖和手指，我到底还是心软了，侧身让出一条路来，让他进屋。陆秉泽轻车熟路地从鞋柜里拿出我们之前一起买的情侣拖鞋穿上，又去卫生间用湿纸巾擦了擦脏兮兮的裤子，洗干净了手，才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放在电视机前的桌子上，陆秉泽眼睛亮亮的，雀跃地望着我。宝宝，这是你给我煮的吗？我没反驳，也没承认，因为这碗泡面本来是我刚打算煮给自己吃的，不过看在他现在辛苦搬了一天货的份上，就当赏给他了。看着陆秉泽重新恢复生机活力的模样，我又忍不住在心里想，是不是通过这次争吵，他想明白了，终于从过去的阴影里走出来了。就在我沉思的这段时间，陆秉泽的手机响了，应该是个陌生来电。第一回打进来的时候，他没有接。可很快，电话又来了第二遍。陆秉泽一边嗦着泡面，一边漫不经心按下免提接听。喂，哪位呀？电话那头传来林淑妍的哭腔。阿泽，你在哪里？能不能来救救我？我喝醉了，刚从酒吧出来，有个男的一直跟着我，跟了我3条街了，我走错路了，前面就是死胡同了，怎么办？我好害怕。筷子啪啦一声掉在了地上。你在哪？我马上就来。呜，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啊，这里好像是你送给江月的那套小区附近，我看到不远处有个李记大排档。啊！林淑妍发出一声惊呼，电话就被挂断了。陆秉泽站了起来，连嘴都来不及擦，就要往外走。宝贝，我出门一下，马上就回来。我拉住了他。陆秉泽，你不觉得他很绿茶吗？他说自己喝醉了，却还能逻辑清晰地说出他在哪里。他说前面就是死胡同，可不远处又是李记大排档。我记得大排档晚上的客流量很大，他只要跑去那里，谁敢当众对他下手？还有，他为什么就这么不偏不倚地在我家附近？你不觉得这一切都是他居心叵测设下的局？我们打个赌吧，你不去，他也什么事都不会有，你也根本就抓不到那个跟踪他的人。陆秉泽愣了愣，甩开了我的手，他的眼神忽然变得陌生。江月，你也是女生啊，为什么你能对同为女性的妍妍做出这么恶意的揣测？我真觉得我好像喜欢错人了。他连鞋都来不及换，夺门而出，临走时还将那碗泡面打翻在沙发毯子上。半个钟头后，陆秉泽浑身湿透的回来了。你挺料事如神的，我果然没抓到那个跟踪他的人。他的语气里带着浓浓的讽刺之意。我愣了。你认为是我做的？陆秉泽微微颔首，用沉默代替了回答。我冷笑，对，是我做的。那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呢？他气急了，一拳砸在门框上。我是不能拿你怎么样，但现在妍妍受到了很严重的惊吓，你必须照顾她，直到她好起来。凭什么？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推开陆秉泽，大步离开。快临近午夜的街道依旧灯火通明，本来想去快捷酒店凑合一晚，可现在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刚才走得太匆忙，什么也没带，就连手机也忘在了家里。漫无目的沿着护城河不知走了多久，
月月，一道急切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我闻声望去，以为是陆秉泽，仔细一瞧，却发现是一个陌生男大学生，捧着一杯刚买的热乎奶茶，急冲冲地跟在一个女生后面。宝宝，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喝的厚椰乳芋泥奶茶，只要芋泥，不要椰果，不要波波，你别生我气好不好啦？女生傲娇地别过头，虽然嘴上没说原谅，但主动停下来向男生伸出了手。男生激动的双手合拢摩擦，喜不胜收。你等下，我手凉，马上，我暖暖。我眼眶一热，忍不住想起好多年前的一个冬日，陆秉泽也是这样。我们吵架了，他拿着一杯奶茶跟在我身后追了好久。最后我停下来问他要抱抱的时候，他搓搓手，对着冻红的掌心吹了好几口热气，把手暖热了，才紧紧抱住我。我现在还记得那时我问他的话，我要是一直往前走，不回头了呢？他说，那我就一直追，追到你回头为止。我忍不住回头朝家的方向看去，可街道那头空无一人。我鬼使神差地跟在那一对小情侣身后，稀里糊涂地来到了一所学校门口。巧的是，这是我和陆秉泽的母突校。我坐在不远处的长凳上，看着颇有沧桑感的教学楼，情不自禁地想起陆秉泽家里破产前，我们真的很幸福。以往在学校的中午，陆秉泽都会第一个冲出教室，连爬5楼，去食堂帮我抢饭。有人还打趣他，一个富二代怎么天天跟饿了3顿没吃的狗似的，跑得比谁都快。他笑嘻嘻地说，你懂什么？我就乐意给我女朋友献殷勤。还有后来的每一个冬天，他都会在下课后去开水间，把我水杯里凉掉的水倒掉，重新接一壶开水，好让我能继续暖手、擦黑板、做值日、打扫卫生、倒垃圾。只要和我有关的，他什么都干。那些少年时期青涩难言的爱恋，逐渐在脑海中清晰重现。我记得的不止这些，以前陆秉泽还会骑车送我回家，风雨无阻，好几次送完我，他自己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暴雨，被淋成了落汤鸡，感冒发烧了不说，第2天还坚持要来学校上课。他很执着，不肯漏掉任何一个能和我见面的机会。更记得陆秉泽和我告白那天，他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对天大声发誓，我陆秉泽绝对不会辜负江月，我爱他一生一世。我擦了擦鼻子，无意中看到脏兮兮的墙角处有一行饱经风霜、已经不太明显了的字迹 ：LBZ 爱心债99，变心是小狗。当年偷偷摸摸在学校的角落里留下自己和暗恋对象的名字，是一件很潮流的事情。陆秉泽也跟风，拉着我，冒着被人发现然后通报批评的风险，在这里悄悄写了一行。此次时刻，我气愤的情绪已经被美好的回忆抚平。我冷静下来，认真的想，或许我应该和陆秉泽说清楚，让他和林淑妍有边界感一点。我们曾经那么相爱，或许一切还没有到不能挽回的地步，不是吗？我调整好情绪回到家，输入密码门解锁后，扑面而来的是一股西红柿鸡蛋面的味道。以前每回陆秉泽跟我拌嘴，第2天他都会做一顿好吃的跟我服软。我满怀希冀地拉开厨房门，却看见林淑妍穿着我的睡衣，陆秉泽的拖鞋，眉眼含笑地端着一碗面，夹起一筷子，喂到陆秉泽嘴边。阿泽哥，小心烫，我吹过了，不知道温度合不合适，你尝尝。这刺眼的一幕，我头晕目眩，我踉跄了下，差点晕倒。林淑妍的余光发现了我，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江月姐，你可算消气了，你去哪里了？一晚上没回来。阿泽哥可是等了你一晚上没睡觉呢，谁允许你穿我的睡衣？我厉声质问。林淑妍胆怯地缩了缩脖子，对不起，是因为我昨天不小心把衣服弄脏了，所以才向阿泽哥借了一件衣服。听说昨天晚上他都没吃饭，我这才给他煮了碗面。太讽刺了，我是怎么都没想到，林淑妍一晚上都没走，他们2个人就这样共处一室一整个晚上。
陆秉则似乎知道我心中所想，又急于解释：“你别乱想，我们很清白。”我气得忍不住掉眼泪。他不明所以地皱了皱眉头：“不是，月月，你至于吗？只是一件睡衣而已，我回头带你去买新的就是了。”事已至此，我什么都不想再说，去卧室的衣柜里拿出房本，拍到桌上：“还你陆秉则，我们两清。”你又来了。陆秉则也来了火气：“你怎么这么喜欢把分手挂在嘴边？我没跟你说过，提分手真的很伤人。我都是在为了你委曲求全，你知不知道？”我自嘲地笑了笑：“所以呀，我不拖累你了。我以为是我不够大度，还想着体谅你。现在看来，只有我还活在回忆里。”就在我和陆秉则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林淑妍打碎了盘子，她拾起一块碎片，握在手里：“你们不要吵了，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不该寻求阿泽哥的帮助，不该在这里借宿一晚上。江月姐，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求得你原谅我，所以我只能……”他闭上眼睛，将瓷片最锋利的棱角对准自己的脖子划了下去。林淑妍被送去了紧急抢救。陆秉则上一次这么着急，还是有一回我痛经晕倒，他抱着我送我去医院的时候。那时他吻着我的额头，一遍又一遍地祈求上天保佑我没事。现在他焦急地推着林淑妍的病床进入手术室，看到手术中的灯光亮起后，他烦躁地在原地踱步：“月月，林淑妍要是真出了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你明白吗？要是这事儿被林淑妍父亲知道了，我父亲在国外的事业怎么办？他现在正是需要林淑妍父亲帮助的时候。”我沉默地站在一边，抿紧嘴唇没说话。好在送得及时，一顿抢救后脱离了危险。陆秉则执意要给他开一间私人套房，以便他安静休息。当然，这笔钱最终也是我出的。我实在是疲惫极了，又一次开口说：“陆秉则，要不我们算了吧？”套房的客厅里，陆秉则摁住我的肩膀：“分，你就知道分手？你理解我一下会死吗？你知道东山再起有多难吗？我只有这一个机会，懂吗？而且你明明知道，我心里喜欢的人只有你呀！”我一个字都不想听，拿着包就要走。陆秉则拽住我，想将我抱进怀里：“月月，难道我表现的还不够爱你吗？”我摇摇头：“够了，陆秉则，你言行不一，只是嘴上说着爱我。”躲开他的触碰，我落荒而逃，身后没有动作声。我知道陆秉则不会来追，我也没有等他。出了医院大门，眼睛烫烫的，就是忍不住想哭。我躲到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处，背过身偷偷擦眼泪。忽然，身后传来脚步声，陆秉则气喘吁吁：“你现在跑得真快！”我不敢回头看他，声音控制不住的发抖：“你追上来干什么？我答应过你呀，会一直追到你回头为止。”陆秉则从后面抱住了我，我心里真的挺乱的，月月，但我不想弄丢你。他举起3根手指发誓，我真的对林淑妍一点意思都没有，照顾她真的只是因为她父亲。等我爸公司那边处理好了，我马上就和他两清。乖点，为我考虑一下，好不好？我脑袋里一团浆糊，不停地在心里思考2个问题：我真的做错了吗？到底是我真的不够理解他，还是他从来都没有为我设身处地的考虑过？没有等我想明白这个问题，陆秉则又说：“好了，宝宝，你要是不想看到林淑妍，就先回家吧，我得去守着她。她一会醒了找不到人，又要闹了。”这一刻，我只觉得呼吸都在疼。以前他会为我跑上跑下，万事以我为首，现在我永远都是他2选1里剩下的那一个。我如同一具行尸走肉，浑浑噩噩地回到了家里，窝在沙发里刷着手机，不觉得渴，也不觉得饿。在我精疲力竭之时，看到了一条能解答那2个疑问的答案：感情里放不下的那个人，总是会为不在乎的那个人不断找借口。第2天，我是被一通不停拨打的陌生电话吵醒的，本来不想接，实在架不住他一直打，接起来一听，是护士站的电话。喂，您好，请问是林小姐的家属吗？
我怔住，又很快反应过来，陆秉泽出门在外，一向都习惯性留我的电话号码。他说这样我随便翻他的手机，一个不认识的号码都翻不出来，安全感拉满了。怎么了？我说哦，麻烦您通知一下她老公去缴费处补缴一下住院费。我恶心的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打电话给陆秉泽，是林淑妍接的。喂，你好，哪位？阿泽不在。我是他女朋友，有事你可以和我说。我一句话都没说，直接挂断了电话。陆秉泽的手机怎么可能不给我备注？也许是林淑妍故意恶心我而说的这些话。可如果陆秉泽不是寸步不离地守在他病床旁边，他又怎么能拿到他的手机呢？我无数次安慰自己，陆秉泽也不想这样的。要是他家不破产，他就不会去讨好林淑妍，我们也不会走到这个份上。可是现在，我再也无法继续欺骗自己了。他总是用他父亲的事业当借口，一遍又一遍掩饰自己越界的行为。我将陆秉泽赠予我的东西全部原封不动地留下，买了机票，果断地出了国。陆秉泽总说我喜欢提分手很伤人，可是他从来没想过，我提分手的时候都是很多个想要离开的瞬间，只不过每次我都忍了下来，悄无声息地用以前那些美好的回忆自愈了伤口。出国后，我第一时间找了个心理医生，帮助我快速从一段失败的感情里走出来。我这人就是那种分手了也忍不住去偷窥前任朋友圈，忍不住蹲着手机期待前任会发来消息的人。明明知道不会复合了，但是就是死活放不下。我感觉我这个决策非常及时，因为没过几天，陆秉泽在朋友圈晒出了和林淑妍十指相扣的官宣照片，还配文：过去的错误已经修正，未来就是幸福。我还是忍不住大哭了一场，又开始后悔当时没有第一时间删除他的好友。心理医生安慰我，你越是克制不想回忆的记忆，它往往会一直纠缠你，正是你的噩梦。总有一天，它不会再威慑你分毫。我明白，当有一天我能直视陆秉泽，且内心毫无波澜的时候，我就是真正的放下了。想看就看，总有一天会不想看了。他说，我找了份兼职，上课的闲暇之余，打工赚点生活费，1个月转瞬即逝。我很快适应了这边的生活。有天早上，我刚起床，看见陆秉泽发来了消息，闹够了没？什么时候回家？我刷牙的手一顿，没有急切的想第一时间回复，反而漱完口，又吃了个早餐，出门前往工作室的路上，都没有想过要回复，不知道说什么，也无话可说。这条消息很快被我瞥到了脑后。时隔几天，陆秉泽又给我打来了电话，我一个都没接到。他发消息的频率更频繁了一点。我们快2个月没见面了，这是我们吵过最久的一次架了。朋友圈是我脑子抽了，故意发来气你的。我们没在一起，立方。我没回。陆秉泽又沉默了几天，在这期间，我注意到他把我拉黑，又偷偷加回来。加回来后，他还给我发了个问号。只可惜，在这期间，我根本没找过他。又过了不知道多久，我没再细数时间了。陆秉泽发来语音条，语气生冷：你给我一句话，有我们还能和好吗？不能。但我没回，因为如果我回了，陆秉泽又会觉得这是我3番5次提分手闹着玩的把戏。他不知道，真正的离开是不用提分手的。之后的某一天，喝醉的陆秉泽用陌生电话给我打来了电话：江月，你为什么要跟我断崖式分手？你不觉得你这样很过分吗？我们谈了那么多年，你连声算了都不愿意对我说吗？我笑了笑，只说了一句：那林淑妍自称是你女朋友，对我来说就不过分吗？就挂断了电话。后来，陆秉泽去找了林淑妍，他把他们俩的对话录音下来发给了我。陆秉泽暴躁地砸了什么东西：林淑妍，谁允许你自称我女朋友的？我冲你爸的面子上忍了你那么久，你一点不知道是吗？林淑妍哽咽地回怼：你爸公司东山再起了，马上就跟我玩上过河拆桥了是吧？
你敢说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陆秉泽斩钉截铁：没有，我只爱江月，从头到尾都是。林舒言讥讽的冷哼：呵，别装了，陆秉泽，那你为什么在拉黑我之后，我给你打电话，你又不顾一切的来救我呢？你大可以直接不管我，而且你还给我穿江月的睡衣，让我住在他家里，我不管。你这种没边界感的行为，我就默认是你对我有好感。他们后面的争执我没有再继续听下去，这些日子我已经想通了，任何怕破裂的关系都不值得被修复。而且倘若没有林舒言，陆秉泽父亲的公司就不会东山再起，陆秉泽也会继续颓废，我会像以前一样养着他。可那样的日子持续不了多久，我一直照顾着他的情绪，忍受着他的冷淡，早晚有一天会累。他呢，绝不会设身处地的为我思考，他会又一次在不经意间说出玩笑话。我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钱，让你养我怎么了？以前的陆秉泽是很好，但他也仅仅是在有钱的时候对我好。人都是善变的，原来我笃定不会改变的事情，其实早就在不经意间分崩离析了。陆秉泽纠缠我，纠缠得更频繁了。他像我们刚谈恋爱那会，开始给我报备日常，一天几百条消息，我睡个午觉的功夫起来，微信就是99加。宝宝，我已经把林舒言拉黑了，手机卡我也换了，他再也找不到我了。你在哪？我来找你好不好？我爸的公司好起来了，我又有钱了，我们结婚好不好？你不是等很久了吗？我们可以签协议，我的所有东西都赠予你，我永远不会向你提出离婚。你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我绝对不会辜负你。刚醒来的时候看到这些消息时，我还有点恍惚，因为我刚刚做了个美梦，梦到我和陆秉泽没有经历那些，他家没有破产，我们还像以前那样幸福生活着。果然，美梦是为了弥补那些堆积在心里多年的遗憾而生，而现实往往是遗憾的。那些求和短信的后面，陆秉泽又说：江月，我爸在逼我结婚了，你要是再不回应我，我就要被迫娶别人了。你理理我呀，我不想娶别人，我只想要你。今天我被安排去相亲了，我还在和我爸对抗，我会等你的，看吧。他一边说爱我，一边又控制不住的扑我。他给我转账，像以前那样各种用钱砸我。还好我清楚，他回不去我记忆中的那个样子了。我也是，于是我说不用等了，我已经朝前走了。陆秉泽秒回：你告诉我你在哪，我可以来找你，我会追你，追到你回头为止。你是不是还生气我跟林舒言的事情？林舒言已经跟我断干净了，过去的事情已经翻篇了呀。我知道是我以前做的那些事情让你吃醋了，让你伤心了。我现在知道了，我会改的，月月，我会跟你证明的。当初我承诺爱你一辈子的话，此生都不会变。我叹了口气，拉黑他所有联系方式。1年后，我成功发布了自己设计的第一件衣服，发出当天就有了很大的反响。又过了半年，我又成立了自己的品牌工作室，整日沉浸在创作里，乐此不疲。我的事业顺风顺水，一路高升。有了名气后，我的工作室地址也自然而然地藏不住了。陆秉泽顺藤摸瓜地找到了我，他带着一束鲜花和贺卡出现在我面前。月月，我要结婚了。我扫了一眼贺卡，发现新娘那一栏的名字是空的。我大概能猜到他什么意图，但我装作不知，笑着恭喜他。那祝你幸福。然而擦肩而过，陆秉泽扑通一声，单膝跪了下来。江月，我爱你，你愿意当我的新娘吗？我将贺卡扔进垃圾桶里，不在乎地轻轻摇了摇头。不了。陆秉泽的眼圈瞬间就红了。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我了吗？我说，是啊，不在乎了。他声音颤抖，执拗地不肯接受现实。我们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月月，我真的不想跟你算了。我满脸疑惑，我们早就变成这样了，你才知道吗？那天之后，陆秉泽赖在这不走了。他守在我工作室附近找了套房子，住在那里，
每天清早都会往我家扔一封道歉信，一看就是 AI 生成后用笔照着抄的那种，牛头不对马嘴的。每次我发售新品，他都会第一个买够52万。除此之外，他还到处搜刮全世界各种昂贵的奢侈品，大包小包的塞给我。我又意识到一个真相，可能在他的世界观里，有钱能解决任何问题，没钱的时候，他连怎么正确处理我们的感情都不会。陆炳则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染上了酗酒，他喝多了就跑到我工作室门口坐着哭：月月，我心脏好疼啊，我只能用酒精麻痹自己，才能好受一点。宝宝，我们和好吧。以前是我混蛋，给了林淑妍错误信号，看到我出来，他狠狠地给了自己一个耳光。这一巴掌确实用力，他的脸上都浮现出了5个鲜明的指印。我不想和他纠缠，果断选择了报警。哪曾想，他安静了一段时间，又带着一张癌症确诊通知书出现在我面前。他确实瘦了不少，整个比之前破产的那段时间看起来还要颓废。宝宝，如果我要死了，你会原谅我吗？我心里咯噔了那么下，可接过确诊单一看，立马就发现是假的。我嘲弄地扯了扯唇角，将那张单子撕碎，碎片撒在他脸上。别整这些了，陆炳泽，真的很幼稚。第一次造假没经验是吗？去 PDD 找的991次的店铺，打印出来的字体都是歪的。陆炳泽当场掉了眼泪。月月，我真的忘不了你，我每天晚上都能想起我们以前的故事。我只是想你动动恻隐之心，可怜可怜我。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很久以前的照片，照片里我们穿着一样的校服，陆炳泽骑着摩托，抱着头盔，我坐在他后面，抱着他的腰，对着镜头比了个耶，笑得灿烂又明媚。我还记得，以前每天能送你回家，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帮你去打水、擦黑板、做值日、打扫卫生、倒垃圾？我点头，我记得。不过我翻来覆去想，好像我只记得这些了。后来的日子里，你再也没为我留下过这么纯粹的记忆，甚至你送给我的那些东西，都成了我们争吵后我亏欠你的证据。所以呀，陆炳泽，别再消费那些回忆了，不然我们之间真的什么都不剩了。我决定搬工作室了，搬去另外一个国家，那里的发展会更好。陆炳泽得知消息后，在机场抓住了我。机场那么多人，他还是没忍住泣不成声。月月，不要离开我。我轻轻地推开他，是你先离开的。陆炳泽。陆炳泽脸上苍白，唯独眼眶红得不行。他挫败地望着我，宛若一只可怜的流浪狗。你不会原谅我了，对吗？哪怕我一直追在你身后。我笑而不语。后来，陆炳泽一直不死心地追在我身后，他穷其一生还是没搞明白，我为什么不原谅他。某一天，他回到了学校，想找到当年他在墙角写的那一行字，拍下来给我。可惜，他找不到了，因为墙面被重新粉刷过。我也早就没在原地停留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如果您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